有没有想过，一根香蕉可能让一个人当场站不起来，甚至差点心跳停止？我说的不是过敏，也不是什么罕见的疾病，是一位平常非常注意养生60多岁的退休老师。那天他吃完午饭，顺手剥了一根香蕉，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，然后出门，结果才走到楼下，腿就软了。不是普通的腿软，是那种蹲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的软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，连呼吸都费力，被送进急诊。接上心电图的那一刻，连值班护理师都停下来多看了一眼。他的心跳1分钟只剩下30几下。你可能第一个念头是，这是不是心肌梗塞？不是的，心脏本身没有问题，让他差点出事儿的是他体内已经慢慢累积了好几个月的钾离子，而那根香蕉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几乎从来没有人提醒过你的隐形风险——高血钾。尤其是如果你或家里的长辈本来就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是肾脏功能已经开始出现变化，请你认真把这段话听完，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3个日常习惯，可能你家的厨房里今天还在用。我在门诊常常跟病人说，护肾这件事不复杂，不需要依赖什么神奇的产品，也不需要很繁琐的疗程，你只要先搞清楚哪些地方做错了，然后慢慢调整过来，身体的反应其实比你想象的快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想先认真帮大家厘清一件事：高血钾。很多人完全没听过这3个字，他们知道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但血钾这个指针几乎从来不在日常的健康清单上。有些人做了好几年的健康检查，也不曾被特别提醒过，结果等到真的出事了，才发现问题其实已经悄悄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在急诊室里，高血钾发作不是一个少见的状况，它不是心肌梗塞，不是中风，但一旦发作，心跳可以直接掉到30-40下，严重的时候需要紧急电击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人在发作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预警，就是某一天突然整个人不对劲了。这是这个问题最让我担心的地方，不是它发作时有多严重，而是它在你感觉完全正常的时候已经在进行了。先来说说血液里的钾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人体就像一台有内置发电系统的机器，钾离子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解质，它负责神经传导，也负责让心脏保持规律跳动。在正常情况下，身体里大约98%的钾离子都乖乖待在细胞里面，血液里只允许一小部分存在。你可以把它想成大部分的电流都留在电路里面，只有一小部分在外面流动。一旦这个比例失衡，整个系统就会出问题。因为这样，血液里的钾浓度被控制得非常严格，在大部分医院的报告上，正常范围大约是3.5到5.0毫摩尔每公升，只要超过5.0，在医学上就定义为高血钾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原本应该待在细胞里的钾会突然跑到血液里去？大致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你吃进去的钾离子真的太多了。第二，身体排不出去。我们体内大约7到8成的钾是靠肾脏过滤成尿液后排掉的。当肾脏功能慢慢变差，等于这个负责清运的系统开始罢工，钾进来，但出口越来越窄，血液里的钾就自然越堆越多。就像家里垃圾车不来收垃圾，你又每天继续产生垃圾，门口最后就会堆成山。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？我来说一个真实的状况。有一位80多岁，同时有好几种慢性病的老先生被送进急诊，意识已经有点不清楚了。家属说他最近一直觉得全身没力，莫名的心烦，坐在那里就是不对劲儿，一亮心跳1分钟只剩40下，随时可能停止。抽血一出来，血钾高达7.4，正常值是5.0以下。这中间的距离已经是非常危险的状态了。高血钾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会直接干扰心脏的电气系统，血钾稍微升高到5.5左右，有些人会开始觉得胸闷烦躁，或是说不上来哪里怪怪的。再高一点，接近6.0，可能出现头晕、心悸，甚至呼吸不顺。如果超过6.5，就可能出现严重的心律不整，心跳变得很慢，脑部供氧不足，甚至昏迷，需要紧急电击处理。更麻烦的是，也有些人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症状，就突然发生致命的心律问题。
研究显示，重度高血钾会让心脏骤停的风险大幅上升，这真的不是在吓你。临床上我们常说，高血钾是一个很伤心的问题，字面上就是这个意思。听到这里，很多阿公阿嬷在门诊就会问我，那我少吃一点重口味的东西，多吃一点养生的食物，这样应该没问题吧？这就是很多人踩进去的陷阱。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来说，有时候你以为最健康的食物，反而是高血钾最隐蔽的地雷，而且这些地雷几乎家家都有，每天都在用。我要先说清楚一件事，高血钾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担心，真正需要特别注意的，主要是这几类人，本来就有慢性肾脏病的，有糖尿病合并肾脏问题的，以及目前正在服用某些降血压药物的人。如果你或家里的长辈刚好符合其中一项，那接下来说的3个地雷，你真的要认真听。第一个地雷，现打果汁。很多长辈觉得水果健康，但牙口不好，咬起来不方便，干脆就打成果汁，每天早上1杯，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事情。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，问题就在这个打的动作本身。1杯大杯的柳橙汁，通常要用3到4克柳橙，打成汁之后，钾离子被浓缩了，而且你是一口气喝下去，短时间内大量的钾离子冲进来，这对肾脏功能还好的人影响可能不大，身体有办法慢慢排出去，但对肾脏已经开始走下坡的人，那1杯汁真的很难负荷。不止柳橙汁，西瓜汁、芭乐汁、番茄汁都是同样的道理。水果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打成汁之后，你吃进去的量和速度都跟直接吃水果差很多。想吃水果，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切着吃，直接吃，控制分量，先不要打成汁。我在门诊碰过一个阿伯，被告知血钾偏高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香蕉全部丢掉。3个月后回来复查，血钾还是降不下来。我问他饮食有什么改变，他说每天早上还是照样喝1杯现打柳橙汁，觉得这个没问题。反正不是香蕉，他不知道，问题就在那杯果汁。有时候方向对了，但漏掉了一件事，效果就是出不来。第2个地雷，低钠盐和薄盐酱油，这个很多人完全没想到，而且他们还是特地为了健康去买的。很多长辈知道要控制血压，就跑去超市买低钠盐、薄盐酱油，觉得这样比较安全，是在听医生的话，在照顾自己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产品为了维持咸味，是用钾去取代钠的，钠确实减少了，但你吃进去的钾却变多了。你以为在顾血压，但血钾可能就悄悄地往上走了。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来说，这个组合反而更危险。你回去可以翻一下家里的盐罐或酱油瓶，看看成分表有没有氯化钾这几个字，有的话就是这一类的产品。我在门诊的建议很直接，不用特别去买低钠盐，就用一般的盐，但是要少用，控制分量，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做法。少一点这3个字比换一种更重要。我碰过一个阿嬷，血钾一直控制不好，每次回诊都差不多在 5.6、5.7 附近，上上下下的。我问他饮食，他说什么都注意了，水果少吃，汤也不喝，还特地把盐换成低钠盐。我听到低钠盐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，他每天炒菜都用低钠盐，而且因为觉得比较健康，有时候还放的比普通盐多一点点，反正这个对身体好嘛。这就是很多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一边努力养生，一边让血钾越来越高的原因。第3个地雷，干燥的食材，这个更常被忽略，而且几乎没有人会联想到。很多人完全没有想到，最危险的不是新鲜的，而是干燥的。同样一种食物，只要经过干燥，钾离子就会大幅浓缩。举个例子，每100公克的新鲜木耳，钾大约只有50多毫克，但干木耳可以直接飙到1400毫克左右，差了将近20几倍。再像大家炖汤很爱加的干香菇，钾含量甚至可以高达2000多毫克，炖了2个小时之后，这些钾几乎全部融进了汤里。你喝下去的那碗汤比光吃菜危险得多。果干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很多长辈觉得蜜枣、葡萄干、芒果干是健康的零食，或是当成水果的替代品，但水分被带走，钾却留下来了，而且你往往吃很多颗才会停下来。一把葡萄干等于吃进去好几串葡萄的钾，这个差距很多人想不到。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场景，
我要特别说一下，很多家庭习惯炖大骨汤、鸡汤，加一把干香菇、几片干木耳，然后把汤端出来让全家喝。汤头越浓，代表里面溶出来的东西越多。钾也是一样，对肾脏功能不好的人来说，那碗汤喝下去负担其实很大。以前有一位阿嬷，每周末都会帮家人炖一大锅汤，干香菇、干木耳、红枣，觉得这样最补。结果他的血钾一直压不下来，怎么调整饮食都没用。后来仔细问下去，才发现他自己每次炖完都要喝好几碗，因为觉得汤头最有营养。他不知道那锅汤里面的钾其实浓得很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想在进入方法之前先说清楚，因为这件事很多人误解了很深。很多人听到高血钾，第一个反应是，那我把高钾的食物全部戒掉就好了吧？香蕉不吃，柳橙不吃，菠菜不吃，从此改吃清淡。这个想法方向是对的，但只做到一半。问题是，钾这个东西在饮食里几乎无所不在，米饭有钾，青菜有钾，肉类也有钾，你没办法把所有含钾的食物全部戒掉，那样你根本没办法正常吃饭。而且钾本身对身体是必要的，太少也会出问题，心脏一样会乱跳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哪些东西有钾要少吃，而是哪些吃法会让钾在短时间内大量冲进来，让肾脏来不及处理。这两件事差别很大，一个是看食物的种类，一个是看你怎么吃，吃多少，以什么形式吃，后者才是真正的关键。我在门诊常常跟病人说，同样一颗番茄，你切开来慢慢吃，跟你打成一大杯番茄汁一口气喝下去，对肾脏的负担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。食物没变，但吃法变了，结果就不一样。这个观念先创建起来，接下来说的3个方法才会真的有用。另外，我还想特别提一下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状况，就是同时有多个风险来源叠在一起的问题。你可能只吃了1根香蕉，但如果你同时还喝了1碗炖香菇汤，早上又喝了1杯现打果汁，用的又是低钠盐，那一天累积进来的钾就不是1根香蕉的问题了，就算每一样单独来看都不算超标，加在一起，对一个肾脏功能只剩6-7成的人来说，可能就超过了那条线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病人说我已经很注意了，但血钾还是降不下来，因为他注意的是单一的食物，但没有注意到所有东西叠加起来的总量。好，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，我们来说说具体怎么做。讲到这里，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开始担心，那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了？完全不是这样。我一直强调，护肾不是叫你什么都戒掉，而是要学会聪明吃。接下来我给大家3个很实用的方法，让你在饮食跟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点。第一个方法，汆烫去钾。如果你还是想吃蔬菜，记住一个很简单的口诀，汆烫2分钟。蔬菜里的钾离子非常容易溶在水里，只要把青菜放进滚水里烫大约2分钟，细胞壁被破坏之后，大约30%到50%的钾离子就会跑到水里去。但重点一定要记住，那锅水千万不要喝，直接倒掉。你只吃菜不喝汤，就可以在保留膳食纤维的同时，把钾的负担大幅减下来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不需要买任何东西。今天晚上回去炒青菜，就可以先汆烫2分钟再下锅，这个习惯养起来，累积下来的效果很明显。有些病人试了2-3个月，血钾就有感觉的往下掉了一点，整个人也比较稳定。有一点要补充说明，汆烫这个方法对叶菜类、根茎类都有效，像是菠菜、地瓜叶、空心菜、花椰菜这些烫完要捞起来吃，不要再加那锅水下去煮，那样钾又回来了。这个细节很多人没注意到，觉得反正有烫过，结果方法用了，但效果没出来。第二个方法，保持肠道顺畅。身体排钾主要靠肾脏，但肾功能变差的时候，身体其实还有一条备用路线，就是肠道排不掉的钾。有一部分可以通过粪便排出去，但问题来了，如果你长期便秘，这些该排掉的东西出不去，反而会被身体再吸收回来，血钾就会越来越高。所以在门诊，有时候我们会帮患者开软便剂，不是随便开，而是帮他把肠道这条备用出口打通。平常多喝水，多走动，让肠道保持顺畅，这对血钾管理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不是只跟消化有关的问题，它跟肾脏、跟心脏都有直接的连接。第三个方法，认识你在吃的药。这一点很多人完全没有想到，
而且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。除了饮食之外，有些药物本身就会影响血钾的代谢，像是治疗高血压的普利类或沙坦类的药，也就是名字里有普利或沙坦的降压药，这一类药物会让肾脏排出的钾变少，血钾因此比较容易偏高。另外还有一些保钾型的利尿剂以及消炎止痛药，长期吃也会影响肾脏的排钾能力。你可以翻出你现在在吃的药，看看名字里有没有普利或沙坦这几个字。如果有，不代表药有问题，这些药对控制血压是有效的，不能自己停掉。但这件事要让你的主治医师知道，让他帮你评估要不要同时追踪血钾的变化，或是调整饮食的建议。饮食已经注意了，但血钾还是压不下来，有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没有人告诉过你。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。我在门诊常常看到一种状况，病人回诊的时候说，医师，我这个月饮食很注意，但血钾还是 5.6。 我问他最近有没有膝盖痛、腰痛，有没有自己去药局买消炎止痛药吃。他想了一下说，有，最近膝盖有点不舒服，买了几颗吃。就这样，饮食的努力被这几颗消炎药抵掉了一部分。这个链接他完全没有想到过。所以这第三个方法，与其说是一个做法，不如说是一个习惯，就是每次去看诊的时候，把你最近吃的所有药，包括自己去药局买的，都带去给医师看一眼。不是要你担心，是要让医师有完整的信息，才能帮你做最好的判断。现在医学也进步了，有新型的钾离子结合剂，可以在肠道里把多余的钾抓住带走，就像肠胃道里的专门吸钾工具。研究显示，有些人在服用2到3个小时之后，血钾就能回到比较安全的范围，也大幅降低需要紧急洗肾的机会。我前面提到那位心跳只剩40下的老先生，后来就是靠这样的治疗把血钾稳定下来，避免了更严重的状况。所以遇到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，现在是有工具可以用的，不用过度害怕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特别说一件事。高血钾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我在门诊很在意，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难处理，而是因为太多人是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，一点一点走到那个危险的边缘的。他们每一件事情单独来看都是对的，每天打果汁，对的，水果很健康，买低钠盐，对的，控制血压嘛，用干香菇炖汤，对的，传统养生的做法。但这些事情叠在一起，再加上一个本来就已经开始走慢的肾脏，结果就是钾从四面八方一起进来，排不出去，慢慢累积，然后某一天突然超标。这不是他们不努力，是他们不知道。我30年看过的病人里面，让我最难过的不是那些生活习惯很差完全不在意的人，而是那些其实非常努力养生，但方向稍微偏掉一点的人。他们用了比一般人多好几倍的心力在照顾自己，但没有人告诉他们，有几件小事需要调整一下。你的肾脏在60、70岁之后，处理东西的速度已经不一样了。年轻时候可以应付的量，不代表现在也可以。同样的食物，同样的习惯，对30岁的身体和对70岁的身体意义完全不同。这不是坏消息，这只是一个你需要知道的事实。知道了才能做出更聪明的选择。有时候我会在门诊跟病人说，你这30年把肾脏照顾得很好，才走到今天。接下来这30年，只要调整几个小地方，肾脏可以继续帮你工作很久。这句话我是认真的，不是安慰人说的。很多人在知道这些事情，调整了几个月之后，血钾真的慢慢稳下来了，夜尿少了，腿也比较不那么肿了，整个人感觉轻一点。不是奇迹，就是因为做对了几件事。最后，我想特别请大家做一件事，而且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做的事，去找出你最近一次的健康检查报告，翻到电解质那一栏，找到血钾的数值，看一下是多少。正常范围是 3.5 到 5.0， 超过 5.0， 需要开始注意饮食和习惯了。超过 5.5， 就要认真回去跟医师讨论，不要拖。超过 6.0， 请尽快回诊，让医师帮你评估是否需要调整治疗。很多人做了好几年的健康检查，却从来没有看过那一栏。血钾这个数字在报告上一直都在，只是没有人告诉你要去注意它。今天看完这支视频，回去找一下，就算只是确认一下那个数字在哪里，也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儿。
台湾肾脏医学会有一句提醒，我觉得很实用：血钾定期验，过午治疗不拖延。把高血钾当成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问题，其实不难，重点就是先知道它在哪里，然后一件一件慢慢调整。我建议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肾脏问题的朋友，每隔3到6个月就让医师帮你抽一次血，查一下血钾，不需要每个月，但也不要等到有症状才去查。高血钾的特性就是没有预警，如果你等到感觉不对劲了再去，往往数值已经偏高不少了。定期追踪才能让医师提早帮你介入，调整饮食或用药，不让它累积到危险的程度。饮食上记住这几件事：水果要直接吃，不要打成汁；低钠盐换回普通盐，但用量要减少，少一点才是关键。干燥的食材要特别小心，干香菇、干木耳、果干都要注意量，炖出来的汤尽量不要喝。新鲜蔬菜先汆烫2分钟再吃，那锅水倒掉，不要喝。肠道要保持顺畅，长期便秘要处理，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儿，它跟血钾的管理是连在一起的。如果你有在服用降血压或消炎止痛的药物，请让医师帮你评估一下血钾的状况。每次回诊的时候顺便提一声，让他知道你有在注意这件事儿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身体已经有明确的肾脏疾病，或是目前有在规律服药，请一定要先跟你的主治医师讨论，再调整饮食习惯，不要自己做大幅度的改变。今天分享的这些是针对一般养生保健方向的建议，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，医师的评估和个人化的建议还是最重要的。有任何不舒服，第一时间回诊，不要拖，不要自己判断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家里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肾脏问题的长辈。一个提醒，有时候真的有可能让一个人少跑一趟急诊，少受一次惊吓。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还有其他担心，我的频道里还有几支我觉得很值得一起看的视频。一支是关于睡不深的问题，很多人以为睡不好是老了的正常反应，但其实有几件每天可以做的事情，1个月就可以明显改善深层睡眠，让脑袋比较清醒，精神比较好。那支视频很多人说看了之后有开始试着做，效果还不错。另一支是关于腿软、走路不稳、怕跌倒的问题，年纪大了之后这件事真的很重要。我在里面介绍了8种在传统市场就买得到的食材，帮助长辈找回肌肉力气，预防跌倒。如果家里有长辈最近走路开始不稳，那支一定要去看一下。还有一支是夜尿多的问题，很多人以为夜尿是肾脏不好，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比你想的更复杂，我在那支视频里有认真说清楚。还有一道食疗羹的做法，很多人说试了之后夜尿的次数有慢慢减少，这几支你有空都可以去看看，内容都是我在门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，希望对你和家人都有帮助。我是周彦廷，我们下次见。